欢迎来到 Super ELS Station。 嗨，亲爱的你，晚上好。我们总是会面对生死，那就在活着的时候，再多爱一点，再多珍惜一点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烟波人长安的，还能哭的时候，就让我好好的哭吧。活了20多年，今年7月份第一次见葬礼，一个北京的亲戚，癌症，之前一直住院，能说话能活动，一天夜里突然失去意识，说撒手就撒手了。去参加遗体告别，才知道原来葬礼这么压抑。太平间在医院地下2层，我带上了黑袖，人断断续续的来，有的神色悲戚，但没说话，有的一进门就开始哭。我站在角落里，有点喘不上气。就像那天一走进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整个人不太对。这个地方比太平间还要压抑，灯光阴沉，没有来来去去的身影，护士都看不到几个。1楼基本悄无声息，踩着楼梯上去，2楼有一排病房，有的空着，有的里头躺着人。病房门口三三两两，几个坐轮椅的老太太，小声地聊着天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。我知道临终关怀是什么意思，治不好了，差不多放弃了，勉强支撑着生命，度过最后一段时间。而我来这儿看我奶奶。2个月前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奶奶今年查出了癌症，做了手术，但不是很乐观，不过短时间内应该还好。我天真的以为就真的还好。直到我在上海出差的最后一天傍晚，我爸忽然给我发微信，说奶奶意识模糊，让我赶紧回来一趟。我半夜才坐火车到北京，4睡不睡3个小时，凌晨4点起床继续赶火车。火车上补了一觉，梦里怪力乱神，一身冷汗。爸妈来车站接我，车子拐出市区，往郊外开。我问不去医院吗？我爸说已经转到临终关怀了。我心里一咯噔。病房在2楼走廊尽头，单间，走进去全家亲戚都在，围着靠里一张病床。奶奶躺在床上，已经完全没有了意识，不能自主呼吸，靠呼吸机维持着。我想叫一声奶奶，但喉咙一缩，话没说出口。忘了病床前都有什么人，也忘了我有没有打招呼。没有人说话，我自己挪到病床旁边，静静地看着，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。这是奶奶？这是小时候带着我逛展会、看马戏，在路边摘桑葚的奶奶。她什么时候这么瘦了？脸凹下去，眼紧闭着，几乎能看出颅骨的形状。整个人盖在被子下面，看上去好像没有重量。以前她头发是银白色的，但很浓密，现在演变得很稀疏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奶奶我来了，虽然有点晚，但我来了，不是我故意晚来的，火车没有那么快。可还是说不出话。周围有人在说什么，听不清，反应了半天才听明白，是姑姑问我，你坐凌晨的车来的，累不累？我不敢看她，含含糊糊地说没事儿，不累，然后眼泪哗一下就掉下来了，完全是无意识的。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就哭了，是因为奶奶瘦了，因为她不会说话，可能也不知道我就在她面前，是因为
我有日子没回来看他，还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和他最后一点交集。记不清我上次哭是哪一次，我妈告诉我奶奶病重，只能靠插管子才能导尿的时候，我没哭。我爸问我能不能迅速回家一趟的时候，我也没哭。北京那个亲戚遗体送走，剩下老太太扑在他身上哭喊你好好走啊的时候，我也只是眼睛一热。我一直觉得我承受能力很强，油盐不进，早看透了生死。事实证明，我所谓的看透敌不过病床前的一眼。我爸从我身后上前摸了摸奶奶的身子，说已经有点凉了。我也想上去摸一下，但我不敢。长辈们在商量之后的事，我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不停抬头望天，不想哭得太难看。我妈红着眼圈过来，说我在这儿也没啥用，他们守着，让我先和表姐他们去吃饭。我稀里糊涂地答应了，走出病房，穿过2楼走廊，下楼梯，一路上视野清晰，走得飞快。下到1楼和2楼中央，突然一下站住，嚎啕大哭。我不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，我隐约觉得这次我走了，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一语成谶，下午奶奶去世，按习俗火化，骨灰送回老家，和爷爷葬在一起。当时我没有预料到这些，坐在表姐的车上，我还是一直哭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表姐和表姐夫都回过头劝我，人总有这么一天，奶奶至少走得没什么痛苦，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道理我都懂，我也知道老天眷顾，没让他受太多苦。我也明白人死了一了百了，万事皆空，什么鸡零狗碎都可以扔在身后。我自个儿死的那天，我心里肯定会有一部分觉得特乐呵，但是还是忍不住啊。我记得北京的亲戚去世的时候，同辈有个女孩怕影响老人遗孀的心情，就一直忍着不哭。后来她去楼道接我们几个，一看到我们，眼圈就红了，痛哭失声，一边哭一边反复念叨。头天我守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我心想那我回家洗个澡吧，怎么我回趟家的功夫人就没了。那天我在奶奶的病床前，想法和她差不多。对啊，去年我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。前年我带稻香村回去看她，她还吃了好几块点心，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。小时候我爸妈上班很忙，爷爷去世的早，都是我奶奶带我。她会做很好吃的面条，脆生生的煎馒头片，还有大包子。晚上我一般都很精神，闹着不睡觉，她给我讲故事，讲一头狼和一对小姐妹斗智斗勇，讲山里的龙，讲他们村以前的一个大傻子，讲饥荒年代他和邻居大姐一块儿去挖野菜。他烙的葱油饼天下一绝。小学暑假我跟着爸妈出去玩，回来他刚烙了饼，我爸妈有应酬，问我去不去吃我最爱的蝶鱼头。我已经坐在餐桌上，摆摆手说我不去了，我吃饼。有一次我发烧没上学，他听说了，走了半个多小时来看我，带了麻花。那会儿我基本什么都吃不下，看到麻花眼睛都绿了，一口气吃了半饱。我吃得很开心，他也很高兴，就说我就知道你爱吃这个。他早晨一向起得早，5点就轻手轻脚地出门，出去溜一圈，
买油条豆浆回来。下午他会睡一个很长的午觉，呼噜震天，睡醒了就拿个小板凳坐在楼下晒太阳。他以前腿上长了个瘤，到北京做了手术，后遗症就是左腿比右腿粗了一圈，不能长时间弯曲。我放学回来就能看到他坐在小区花园台阶上，左腿垫着板凳直直地伸着。他喜欢看故事会，喜欢武侠小说，喜欢古龙，喜欢看各种电视剧。还珠格格很火的时候，我爸不让我看电视，他趁我爸妈不在家，偷偷摸摸和我一起看。2011年，他在我家住了一阵子。我大学放暑假带了2本《边城浪子》回去给他，他带着老花镜看了1个月。2012年我毕业，在北京上班，过年去看他，他偷偷把我叫进屋去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从里头拿桃酥给我吃，我吃了好几块。后来他身体已经不是很好了，不怎么吃肉，晚饭拿半个馒头泡着稀饭吃，但高兴的时候还是会吃很多，年夜饭上也会喝一杯红酒。我从没想过他会生病，他明明一直很健硕。去年我爸给他买了一个老人用的手机，我还教他怎么用，把我的手机号输进通讯录，告诉他有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。他还没给我打过，怎么就走了？在病床前，我一直说不出话，虽然想说的有很多。我想说，我早该回来看你，可人生里有很多应该都没能实现。我想说，我穿人字拖来的，你看见的话别怪我，我脚后跟在出差的时候磨破了，疼得不能穿鞋。我想说，我根本没做好准备，还以为你会睁眼看着我说，来啦，吃饭了吗？我还想说，你怎么瘦这么多啊？快起来，我们去买桃酥。想说我从别人那里抢了一套多情剑客无情剑回来，还没找到机会拿给你。想说你之前喜欢看的那个悬疑小说出第2部了，你想不想看？想说我出书了，赚了钱，我可以带你去北京玩，我们去看你以前待的地方，肯定和那时候不一样了。如果你不想出门，我们就待在家看1天《还珠格格》，循环播放，一口气看好几部。可你倒是起来啊！得知这件事之后，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发来安慰，有劝我节哀的，有隔空要摸我头的，有的被我无意中勾起了自己的悲伤回忆，有的给我讲了他们和老人的故事。我很不争气，看到这些话差点又哭了一场。还有人说，老人去享福了，那里肯定很好，充满纯净与爱。其实什么纯净与爱之类的，我倒是没想过。我就希望那边有很多老太太，可以陪着他聊天。他的子女们都有子女，有的还有孙一辈，各自忙着各自生活。我也忙着在北京扎根，很少回家。我还可以和我爸妈聊微信，给他们看我写的那些不着调的东西。但和他每年匆匆一面，迅速别过。如果可能，希望他在那边有说不完的话，有吃不完的桃酥，有看不完的武侠小说。如果可能，希望他愿意来我梦里看我。这阵子脑中老是出现一个画面，有一次我和他在家闲得无聊，突发奇想去找我姥姥，他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拎着一袋桃子，
蹒跚但稳健地走在夏天的路上。这就像是他生命最后一段的缩影，我只能陪他走一程，哭一场，然后彼此分别。所以还能哭的时候，就让我好好的哭吧；还能回忆的时候，让我认真的回忆吧。哭完，一切如常。我要回到北京，继续工作，继续写东西，也许变得越来越好。而每次想起他，心里总会一紧。前几天翻留言记录，有人给我留了一句话，我觉得很好，冒昧的借用一下。我们伤心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在了，是因为从此以后，和他们再也没有将来。我又想起离开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，经过2楼的走廊，一间敞开的病房里，一个老太太突然发出一阵痛苦的叫喊，听得我毛骨悚然。转头看过去，守在她旁边的老伴儿掀开了她的被子，给她一下下按摩后背。2个人都看不到脸，分辨不出神色。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怎样。